第二次打印战争的系列模拟推演。内容简介：第二次打印战争的系列模拟推演是按照国际政治格局的演变，推演了一场最真实的印巴冲突和第二次打印战争，展开海、陆、空全面对抗。全系列涵盖了300种军事武器装备，对 Z、美、印、巴局势模拟推演，对各大国军事武器装备进行了非常详尽的解读，对若干争议话题也有深度的分析。第3集，棋逢对手。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这一轮新的冲突发生1个星期来，双方还只是停留在地面部队互相炮击的有限程度上，偶尔有几架战术飞机会飞到对方的前进阵地，扔下一些常规炸弹，打击一下对方的渗透部队。不过，印军被巴基斯坦击落了2架战斗机，2名飞行员也被俘获，后来被巴方释放。现在正是法利·霍米这个来自普尔巴尼的乡下孩子的绝好机会。所以，霍米中尉绝不能将机会胡乱浪费掉。于是，霍米中尉决定实施 A 方案，也就是先稳妥地干掉后面的1架飞机。他相信，任何一架巴基斯坦的战斗机，即使是名声赫赫的第5猎鹰中队的 F-16地形，也无法与自己进行1对1的较量。更何况，前面的那一架暂时没有看清的敌机，很可能只是另外一架幻影3这样的老式飞机。巴方的偷袭战术中，经常以较轻巧的幻影3多功能战斗机引导比较笨重的幻影5战斗轰炸机。可以预料，在他看到队友被击落后，前面1架飞机的反应很可能是拼命地降低高度躲闪，也许他自己就会撞到两边的山上。霍米中尉凝神屏息，在眼前的最后一片云雾消失后，再一次按下了激光测距的按钮。IRST 设备的共轴激光测距仪射出了敌人无法察觉到的激光束，这一次测距成功。很快 ，R73短距空导弹的红外导引头也抓到了目标，导弹红外导引头锁定目标的音频信号也开始嘟嘟地响了起来，也就是说，攻击已经10拿9稳了。这回看你的了，蒂普尼斯说道。法利·霍米按下单发按钮。一枚273短距空格斗导弹飞离了8号挂架，它划过一道浅浅的弧线，飞向了茫然不知的敌机。法利·霍米的手放在火控雷达的开关上，待会儿无论发生什么，他要做的就是开启雷达扫描。敌人始终没有做任何的逃脱动作，他就这么静静地平飞着，根本不知道已经死到临头了。R73短距空导弹拖着白色的蒸汽紧追其后。这名巴基斯坦飞行员稍微转一下脑袋就可以看到，但是他没有这么做。也许他每分钟都会回头看1-2次，在战术编队里位置靠后的飞行员通常会不停地回头看。也许是两侧的雪山吸引了他绝大部分的注意力，总之这一次他有些麻痹了。默默紧追的法利·霍米祈祷对手不要回头。他希望这一刻战神能够站在自己的身后，不要让对手有一丝一毫的察觉。时间如同定格，远远的可以看到这枚导弹的尾焰非常缓慢地靠近了幻影5，然后完全如同预料，幻影变成了一个火球，开始坠落。天神护佑，霍米中尉喊出了声，第一个真实的战果到手了，即使是违反了不进战的规定，中队长也一定会放过自己的。但是现在还不是庆祝的时候，他赶紧打开火控雷达，进入垂直扫描模式，娴熟地将脉冲重复率调整到中位置。另一个敌人也许就在几公里外的云雾里，这是最佳的搜索模式。很快，后座的蒂普尼斯从垂直状况显示器上找到了目标，但是目标不是一个，而是断断续续的一串，对方正在释放雷达干扰。动作几乎和法利·霍米打开雷达一样快。Son of Bitch， 哪里跑？法利·霍米踩下转弯踏板，同时向右倾斜，以很大的坡度俯冲过去，仪器下降到相对高度1500米。他想，对手此刻应该处于极度慌乱中，而他的相控阵雷达在这个距离，如果角度合适，足以识破他的电子干扰和干扰箔条甲目标。接下的事情就会很简单，用剩下的一枚273短距格斗弹，或者2枚R27中距空导弹，在几分钟内送他去见真主。
然而，事情变化和霍米中尉的判断相反，在自己的狂追猛打下，这个目标与纷纷散落的干扰箔条一样，渐渐从垂直方向雷达显示的多功能显示器中消失了。法利·霍米一直认为自己是一名老手，然而此刻他脑子里却没有对应的计划。这似乎完全没有可能。到目前为止，法利·霍米中尉还没能看到过自己的这个猎物，只能姑且认为它也是一架幻影。如果自己看不到对手，那么最坏的一种可能性就是自己会稀里糊涂地冲到他的前面。这不可能，他一定是撞到山上了。蒂普尼斯说着，开始搜索两旁的山脉，只看到了一架燃烧的残骸坠落在雪山的山坡上，也就是刚才被击落的那一架幻影。我们失去目标了，他一定是用了一个什么花招逃走了。也许是降低了高度，法利·霍米自己也不敢相信这样的判断。即使很低，也不应该逃脱雷达搜索才对，因为他自己的高速也不足1000米了。会不会反戈一击？蒂普尼斯说道。不可能，如果他要转弯，肯定得爬升高度，一定会被我发现。他一定躲到了。法利·霍米突然看到前方有一个小点从雪山一侧的云雾里钻了出来，迅速的变大，也许他正是从山的后面绕了出来。中尉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并不是因为这个6距的转弯，而是对手竟然没有逃走，他正在迎面飞来，抢占自己的9点钟方向。如果被他穿越这个位置然后转弯，肯定会成为一个麻烦。该死！10点钟，敌机！蒂普尼斯叫喊道。对方在大约3到4公里外，他正在座舱玻璃罩上迅速地向后移动，显然想要抢占一个可以切到转弯圈内发射导弹的位置。那是一架很灵活的飞机，不像是一架动力稍逊的幻影3战斗机。拉起机头无法占到任何的便宜，因为对手的转弯能力似乎不弱。中尉压下机头，以一个他在训练中从未试过的7距盘旋，努力增加转弯速率。10多秒后，渐渐占据了领先路线，但是情况又开始有所变化，对方从容地减慢了速度，慢慢向上移动。中尉必须抬起头才能看到这个很小的目标了。法利·霍米惊觉，对手似乎正在等着自己犯一个错误，他在等着自己在这一轮强势盘旋追击中冲到前方。好一个狡猾的东西！中尉识破了阴谋，顺势做了一个翻滚，拉起一些机头。尽管损失了一些速度，机头始终无法指向敌人，但是好歹没有被一架轻型飞机给戏耍。敌机始终在他右侧靠上的区域晃来晃去，没有使出全力加速。法利·霍米深吸了一口气，他告诫自己，在这样的剪刀追逐中，心急的一方更容易上钩。Son of bitch， 太小看我了，中尉骂道。他知道，只要自己不出错的话，就会慢慢获得优势。连续的高弓角转弯已经使得双方都失去了大部分的速度。但是中尉很自信，这架暂时无法辨别型号的敌机，充其量只是单发的轻型机，显然不会强大到可以和苏30对抗的程度。再拖延几十秒，要么失去转弯速率，束手待毙，要么失去高度撞到地上，总之很难翻盘。更何况中尉自信还有一件杀手锏没有使出来。如法利·霍米所盘算的，两架飞机逐渐失去了速度，转弯半径越来越小，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近。蒂普尼斯已经可以看到机舱里的飞行员了，可以大致判断距离在1.5公里左右。瞧，是一架。蒂普尼斯的声音戛然而止。他一时想不起这是一架什么飞机。他想说这好像是一架幻影 F1，但是在他的记忆里，幻影 F1在这个高度的盘旋半径要大得多，因为那种飞机的动力很疲软。第3集完。